过了马来西亚和泰国间的旺克链边境关卡，我进入了泰国沙敦府。我的泰南大环线摩旅呢，就此正式开始了。从边境关卡一进入沙敦府，路的两边呢就是崇山峻岭，风景非常美丽宜人。比起黑木山关卡到河岸的那条繁忙的路，我更爱旺克链边境到沙敦市区的这条山间公路，我把它称之为泰国的迎宾大道。我不是第一次来沙敦了，所以今天就不到沙敦市区，而是直接到帕克巴拉海滩边的小镇找一个民宿入住。渐渐的呢，天空飘起了雨点。哦，一到沙敦就下暴雨，哈哈哈！不急不急，离今天晚上想住的旅馆还有半小时路，我就不赶路了。哇，这雨就是说下就下。但是好在呢，马来西亚和泰国这路边经常有这种避雨的小岗亭，还是很人性化的。每个起步路就有一个。下吧下吧，我也休息一下啊。等了半小时，雨还不见小，我就干脆跨上摩托冒雨前进。经历了几次摩旅之后，这样的雨量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了。好了，终于在沙敦找了房间住下了。这个房间呢，它不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旅店，也不是 guest house， 其实就是一个农民家的一个小民宿了。我第一次来沙敦的时候就在这里住过，当时感觉挺舒服，而且这里很安静，就是在沙敦的一个小镇的一片农田里边。所以说这次还是住这里了。这个房间啥都有，床也很大。虽然说装修是没有什么装修了，基本上，但是你想想看，折合人民币才100块钱哦。哦，好舒服啊！在暴雨里边骑了一下，全身都湿透了，终于休息下了。A few moments later. 今天到沙敦的一家非常不错的餐馆，至少我觉得非常不错。你看这老板多舒服，在这儿睡懒觉的老板，然后后面就是老港户的员工在这儿辛勤烧菜。这是一家沙敦的家庭餐馆，后面的用餐区域跟小花园都很漂亮。食物看上去很简单啊，但是味道不错啊。炒空心菜，还有他们的这里的本地泰式酱油汁炒牛肉。哇，先不说味道怎么样，这个用餐环境就一流了。吃完晚饭，来到沙敦的帕克巴拉沙滩。这个地方2年前来这里的时候也来过。对面那个若隐若现的像山一样的地方就是兰卡威，这个地方其实离玻璃市也很近吧。海滩的后面呢就是一个典型的泰国夜市，那种热热闹闹、乱哄哄，但是又充满了欢乐氛围的泰国夜市。มากใหม่ร้อนตรงนั้น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พร้อมเสิร์ฟเลยอันนี้ก็50 บาทเอาคูปองไปซื้อได้เองได้อีกผมก็รู้เหมือนกันนะนอนก็น้อยแต่ทำไมจำ哇，这落日也太美了吧！天哪，这个天空以中间这排叶子作为界限，右手边是蓝色，左手边是橘红色，太魔幻了。ไม่มี
在抽烟吗？好迷你的过山车呀，还是哆啦 A 梦打头阵。后面有一个非常迷你的摩天轮。和沙墩这个府一样，帕克巴拉沙滩我也不是第一次来了。但是上次到这里的时候呢，首先没有今天这么美丽的晚霞和落日，其次呢，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热闹欢乐、充满了烟火气的海边集市。所以今天来海边，我还是感觉非常幸运、非常圆满的。The next day. 哎呀，早上起来，老板还在门口放了几个早点，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应该是类似粽子一样的东西吧，真是挺好的。这个小旅馆，这个农家小旅馆，才100块人民币还送你早餐，真是没得说了。吃午饭啊，沙墩这里的清蒸牛肉面。哈，这桌子感觉我像领导一样，两边都是没有人。哇，哈拉努豆，主要是牛肉面、鸡丝面这些的，反正没有猪肉了，因为是清蒸的。沙墩因为跟马来西亚比较接近，这里还有很多穆斯林跟回教的人。这种时间就上来了啊，鸡丝牛肉丸面啊。这家店我上一次来沙墩时候来吃过的。所以知道它肯定 OK 的。哎呀，有个大苍蝇。面倒是反正比较普通，但是它这碗辣酱，大家有没有吃过糖浆加辣酱？我觉得它这个就是把辣椒混到糖浆跟蜂蜜里边，又甜又辣，而且不说错了，应该是超甜超辣。我尝试了一点，有点重口味。出发，今天要从沙墩过董里，直接赶到甲米。每次到沙墩和董里交界处，就会路过这个叫做小槟城的地方。那么今天到了小槟城呢，我们要继续深入到海边的红树林码头，去看一个观景点。别看这个观景点并不起眼，它也是泰国的一个国家公园。当然，你要深入到这个国家公园去探索，需要坐船深入到红树林和滩涂以及河流之中。这个地方，尤其说像一个观景点呢，倒更像是一个码头，感觉都是一些渔民在这里养殖海产啊、捕捞海产的地方。然后那边那个方向出去呢，就是出海口到兰卡威那片海这儿了。哟，这还可以下去。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木桥到达他们搭建的那个水上的那个养殖海产的那个小基地上的。不会断了吧？应该不会有这么多根木头呢。风景是不错，但是也比较平淡，就相当于是离开沙墩前最后的一个小观光点吧。离开了小槟城的红树林码头观景点，也就意味着我离开了沙墩府了。那么就此进入董里的地界。这一段路呢，是整个摩旅过程中最舒服，同时车辆也是比较少的一段路。我非常享受在这样的路段进行骑行，而不喜欢像泰国那种充满了车辆，而且速度也非常快的高速公路，那会给我感觉非常紧张和有压力。和沙墩一样，董里呢，我也不进市区，直接绕道，选择安达曼海边的公路一路北上。期间会路过一个叫做卡坦的华人小镇。快到卡坦的时候，在路口遇到了一群从马来西亚槟城过来的重机摩友，跟他们简单打了一个招呼以后，咱们就此别过。和重机在一起跑呢，我的小摩托还是非常有压力的，那么我们就不勉强了。不一会儿呢，我就到了卡坦的镇中心。泰国路边随时都有阿玛诺 coffee， 坐下来可以休息一下。今天反正到处瞎转，现在在往董里的海边骑。现在到了一个叫做科汤的地方，在科汤要去拜访老总督普拉亚的故居。这个
是它的故居，一个典型的南洋风格的小木屋啊，主体建筑的结构还是木质结构的。我们进去看一下喽。进入故居以后，前面就是它的一个1比1比例的真人蜡像，栩栩如生的。我们只知道这位先驱叫做普拉亚，但是他的全名太难念了，好像也不是华人，可能是泰国本地的泰族人而已。可惜都是泰文的一些说明文字，也不是很看得懂。再感受一下这种古老的南洋的古旧的氛围，还是非常不错的。OK， 后面还有2个房间呢。这种非常 vintage 的这种南洋风，但是这个宅子白天来还 OK 了，想象一下半夜来这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儿。这里还可以上楼，哇，这个木地板。哇，真的很有气派啊！这个房子就很神奇啊！这样种木结构的这种老式的南洋房屋，的确是感觉很凉快在里边，就里边一点都不热啊！设想一下，如果在泰国或者马来西亚，你住在一个水泥的房子里边的话，现在房间里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你肯定会热得汗流浃背。但是这个房子里边就是非常清凉。所以说，它这种木质结构的好处就是这里，它非常通风，非常透气，很好。这个地方很有趣，小而精致，而且特别有意义。然后卡汤这个董里的小镇，除了刚才那个博物馆，还有一些城市公园之外呢，还有这个他们卡汤的火车站，也是一个非常古老、非常漂亮、非常精致的一个景点吧，算是。我们来看一下，反正顺路嘛，来都来了。哇哦，这是海豚哦，这是董里的标志动如根。哦吼吼吼，董里到处都是这个如根的雕像，因为董里的海里有很多的这种如根的。哇，这个火车站果然非常复古、非常怀旧的感觉啊！而且这个火车站是还在使用中的哟，它并不是一个摆设、一个景观罢了。你看上面 SRT 泰国的火车系统在这里仍旧是运行的。如果想坐火车去华欣啊，去那个和爱啊，都是可以坐，这儿都是有火车可以到的，甚至可以去曼谷哦。这个火车站呢，它这儿是一个终点站，就是前面你看它都是火车的尽头了，并不是一个过路站，就是说它这儿所有的火车都是始发的。他说这个地方叫做 Kottang Railway Station, the end of Andaman Coast， 就说是安达曼海岸的终点。哇，这句话听起来好有诗意啊！对，这是一个火车的终点线，等于说泰国的火车系统到这儿就是一个终点了。相当于是泰国火车系统的最后一站。那么说起来，这个地方还是非常有趣而且有意义的。这还挂着一个钟，一个手摇铃。刚才手贱想去摇一下，突然间灵机一动，用谷歌地图不是谷歌地图，谷歌翻译了一下，它上面这行字写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去摇铃。然后上面的意思就是说摇5下表示火车已经安全离开，摇3下表示火车已经到达。摇2下表示火车正在站里边，所以它这个地方是他们工作人员用的铃铛，我们这些游客就不要手贱去摇了。但是真的好有趣，好想就感觉忍不住想去敲一下、摇一下。OK， 哇，这个座椅好有年代感卡汤。不错不错，很漂亮的小火车站，值得过来打个卡。哇，这个火车站边上的咖啡馆叫做 Love Station， 爱之站。泰国人还真是浪漫的。
在泰国，这些充满了华人文化印记的小城和小镇，和槟城一样，带着浓浓的南洋风情。那种既有中国文化印记，同时又充满异域风味的感觉，让人流连忘返。不一会儿呢，我驾着摩托就接近了泰国董里的海边。董里的海边有长长的沙滩，也有一条美丽的海边林荫大道。那么我们穿过一片海边的森林之后，就到达了这片野沙滩的区域。董里海边的沙滩，大家不要在一开始到海边就下来沙滩。这个沙滩呢，因为是野沙滩，所以也没有人打理，地上全是垃圾。其实再往前开上个5公里到10公里的样子，就有很美的沙滩了。我们一会儿去看看哦。说实在，对这片野沙滩的第一印象呢，并不是很好。看见满地的垃圾，我当时呢就有一种想掉头就走的冲动。这时呢，有几个当地的渔民驾着摩托在沙滩上面飞驰而过，我才发现，原来沙滩上面也是可以驾摩托的。这里呢，我也说一下我在沙滩上面行驶摩托车的心得体会。首先，你不能将摩托架在那些沙土比较松、比较干的区域，而是要尽量靠近那些已经被海水浸湿的沙滩的区域。因为沙子一旦被海水浸湿之后，就会变得非常的紧实。这时候你在这个区域上面行驶呢，就感觉和一般的土路上没什么区别。其次，在沙滩上停车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脚撑落脚的地方是不是仅仅只有沙子，最好选择有石块或者贝壳等硬的地方放下脚撑，不然的话呢，你一放下脚撑，摩托车就会原地倒车。最后一点就是，当你离开了沙滩和海水区域，最好用清水清洗一下你的轮子、刹车和其他金属部件，因为海水对金属物质的腐蚀力还是很强的。总而言之呢，只要你掌握了方式方法，在沙滩上骑车和马路上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我就这样在沙滩上面来回骑了半小时，还意犹未尽。仿佛找回了童年时在家门口骑小自行车的那种简单的快乐。I am sailing to the ocean, across the sea. I am sailing forever crying to be near you.To be free， 想不到驾摩托还能享受开船的乐趣，好好玩。OK， 我们上到主路上啊，这里要冲一下，哎呀，这个地方是好，就是垃圾实在太多了。不过这种野沙滩也没人打理，其实很多垃圾呢也不是游客或当地人扔的。是被海水冲过来，很可能就是从普吉岛啊、甲米啊那边一路飘过来。Whatever， 这个环保的问题，任何的国家都是一个大问题。OK， 好，哇，其实这一条林荫大道我也很喜欢，非常的凉快，简直比在空调房间里待。前面也提到，董里海边的这条林荫大道是我来董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里边骑行呢，不但非常凉快，满眼呢都是葱翠的绿色。当你行驶一段时间后，眼前呢又会铺陈出一片一望无垠的大海。这种不停在开阔的海景和茂密的林荫大道之间切换的驾驶模式呢，是其他地方无法体会到的。当来到了这条林荫大道的尽头，就是著名的 Parkman 沙滩区域。这里呢已经没有那种茂密的森林，但是海景就变得更加开阔，更加雄伟。到达这片区域，如果您是驾摩托的，可以直接将车开上海堤。这时，你左手边的海里就会出现许多如同蓬莱仙境一般的海上神山。这种感觉呢，和甲米和攀鸭湾的景色就非常像了。带来的自拍杆终于派上用场。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用手持拍摄会比较漂亮。Yeah，come on baby，看看这边。
哇，超美的！哦，超棒的！那不就这么随性，骑车玩了累了，就停下来吃一碗面汤，猪肉汤面。但是这个餐厅啊，就直接摆在马路边上的人行道上，蛮好蛮好，想吃就吃，想停就停啊。旁边就是 Parkman Beach。帕克曼沙滩呢，其实是一条非常长的海岸线，在上面行车呢，你可能要开上20多分钟，才可以彻底离开这片区域。离开了帕克曼沙滩美丽的海岸线之后呢，我们就驶上了高速公路。这时候离甲米呢，就剩下只有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了。随着天边金黄色的美丽夕阳，我开足马力奔驰在泰南的高速公路之上。这条路的路况和车辆状况呢也非常好，所以说不一会儿呢，我就进入了甲米的城区的范围。前面我也提到，我这次全程的旅馆都没有预定，所以所有的旅馆呢都是我随机在路边找的。库拉比这里找到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住宿，它这里可以把摩托车停在客房门口，这点还是非常舒服的。对于摩的人来说，能够把车停在旅馆门口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可能没有摩旅过的朋友不能体会。OK， 我们看看里面的房间啊，里边也很大，也蛮干净，虽然不是很豪华那种，但是要说到价格的话，那就非常值得称道了。这个旅馆的价格只是600泰铢1晚上而已了，折合人民币就是110块钱左右。啊，非常干净，很舒服，而且很安静，该有的东西都有。OK， 到库拉比了啊，库拉比是一个西川。今天晚上就不到库拉比城里去找美食了，因为它库拉比的确是有很多好料，但是现在太晚了，泰国时间已经是快8点了，我们就吃一个鸡排。简单吃完，今天早点睡了。今天从沙墩一口气骑到了甲米，还是有点累的哈。到目前为止，我的旅程一切都顺风顺水，只是此时我还不知道，进入甲米后呢，我的好运气就快用完了，然后就要面对各种我不愿意看到的倒霉状况了。那么究竟有多倒霉呢？在下一集我给您娓娓道来。